我们结婚快3年了，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别人看着特别的幸福，可是我感觉这日子一塌糊涂，我对未来特别的没有信心。他吧，就是那种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对未来担忧。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不满意，这种压力会让我喘不过来气。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白，28岁，来自山东个体，来有请小白，有请。女嘉宾小妍，27岁，同样来自山东个体，来有请小妍，有请。欢迎两位哈，看资料应该是特别好，对不对？挺让人羡慕的，双胞胎对吧？对。男孩女孩龙凤胎？2个男孩。哇，2男孩啊！结婚几年啊？快3年了。哦，快3年了，怎么说儿子那么伤心啊？咋了？没，就是我们14年结婚吧，就是刚结完婚没多久，然后她就怀孕了啊，给我们家吧生了一对很健康的双胞胎儿子啊。这事儿我家里人也特别高兴啊，开心，然后我也挺高兴的。就他就是我感觉他不是特别开心哈，就是总感觉2个儿子养不起，就是感觉对未来很迷茫。2个儿子虽然很好，但是压力也很大，什么都得买双份的。咱又不是什么有钱人，又不是大富大贵那种，就是老话还说得好呢，穷养儿，富养女。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咱就这个经济条件，咱就现在暂时这么养着呗，是不是？那咋的？我儿子就富着养，就不能早当家呗？我不是那意思，就是咱现在不是这个经济条件吗？今天为什么来啊，小妍？就是我老公工作也不用心，然后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还不太理解我，然后家庭压力也挺大的。也不是不好好工作吧，就是因为了孩子嘛，我们俩就是创业嘛，然后开了个店儿。开始嘛肯定会就是稍微困难一些嘛，开始店里也没有客源，也没有客户什么的，想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然后开始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等于在山东是吗？你们？我们俩在山东。孩子呢？孩子现在在东北老家。哦，在东北老家。对，开始吧他不同意嘛，然后我就寻思吧，就是孩子在我俩身边，我俩也没有那么专心的去工作，是吧？然后也耽误挣钱，然后可能对孩子可能关心也不太好，然后就想把孩子送回去，然后他不同意，然后我们俩就因为这事儿老吵架嘛。那不后期，我们俩刚开店的时候嘛，然后之后每天就是我们俩带着孩子去店里，然后有的时候都顾不上孩子，起早贪黑的哈。然后有那么一会儿，就孩子在店里玩嘛，自己我们俩就是在那儿忙着顾客。然后孩子就是我们家老二，就小的哈，然后自己把头就碰在桌子上，可挺长个口，流好多血，然后他就也心疼嘛，然后他就同意了。所以因为这个事儿是那天挺忙的，然后这个事儿我也挺自责的，后来他又给我提议送回去，那你说都磕坏了，也不能不送回去呀，我也就没再坚持了，送回去了。他现在工作就是本来老说照顾孩子，不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店里。我看现在孩子送走了，他也还是那样，也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上。开一家什么店啊？美容店。做男士美容还是女士美容，还是都做？都做。你说我天天不用心工作，我天天也去那么早，也走那么晚，天天起早贪黑的。对。我不也是为店里想的吗？他去了就跟人家漂亮顾客聊天，一唠那么半天，完事我都忙头打后脑勺的，晚上回家手都抖了，然后人家就一唠一天，也不管。也不问。那你说我就跟人唠嗑，那我不是为了营销吗？我开始我也学的眉毛啥的，我也能做嘛。开始我就给人顾客做，但是我家一般女的多一些，然后他就说我离人家近又什么的，然后我就寻思那我就别做了哈，你自己做吧，我搞营销啥的，跟客户唠一唠哈。完了我就寻思看看人客户有没有啥想做的新项目。然后咱再上一上，多挣2个钱嘛。其实我也做顾客，但是做顾客他没有必要非得离那么近呐，那就差那个脸碰上了呗。
还好意思说呢？那你不说咱就为了多挣2个钱嘛，多挣2个钱。完事你就把脸贴上，他就多给你点钱呗。不是，我就现在多挣2个钱。我问你啊，这个你们俩在店里怎么分工的呀？现在暂时性的就是他主要做顾客，我就主要搞点营销，就是想点什么咱新上点东西，或者是跟客人。他这个营销不就是跟客人聊聊天吗？对呀。是啊，他聊天太热情了。你受不了了是吧？受不了。哦，你受不了。不是热情点，不跟客人当个朋友，是不是？以后他就能经常过来，是吧？因为交朋友了，他肯定要过来捧场，对不对？这样多挣2个钱，这不咱能早给孩子接回来吗？别听他说，那怎么长得不太好看的，你咋不那么热情呢？那不都一样吗？不，只是说可能聊的时候你没看见。对，我就光看着漂亮的了。啊。你就说我挑人理呗。不是，你这是感觉我可能天天在那玩了，我不信多挣2个钱，那你看看你给孩子一整就买那些什么进口的东西，还买那么贵的，那你说不挣钱怎么整啊？我买进口的也都是超市打折的，要不这个条件能买得起吗？什么奶粉、纸尿裤，一买双份的。那你不会买点国产的、普通的？现在国产的不也挺好吗？那你非专挑那种进口的，它特价它不也比国产的贵吗？你们这个孩子出生之后谁带的呀？刚开始是我跟我爸爸妈妈带。哦，姥姥姥爷在带。还有一个保姆当时。哦，多大的时候你们开始创业了呢？16、17个月吧。16、17个月啊，就觉得有压力，所以要创业是吧？对，而且我爸爸当时身体不好，没法帮忙照顾了，我跟我妈又带不了。啊。所以就想必须得创业。啊，在哪儿认识的呀？家是东北的，在山东认识的。在山东认识的。哦，你们是先认识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再创业，在此之前做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之前是做酒吧营销的。哦，你做酒吧营销的，您呢？我那时候也是开美容店，不过比现在规模小一点。哦，你当时就是做美容的，是吧？哦，然后2个人好了之后有孩子了，是吧？对。现在生意好吗？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反正。越来越好，你不应该有压力啊。但是压力很大，入不敷出。啊，越来越好还入不敷出？开销太大了。啊，开销大哈。平常你们俩这个关了店之后都几点了呀？不一定，8、9点的时候也有，9点多的时候也有，也有早的时候5、6点。吃住是在店里还是单租的？在家里。吃住还在家里，买房了吗？租的房？买房了。还在山东买了房了？对。是济南吗？还是什么城市？不是，威海。哦，在威海，那挺厉害的，威海那个城市，你们还在威海买了房了，那看得不错呀，干嘛那么焦虑呢？房买的，现在还有贷款，钱吧，就是没开，对呀，就然后这不开始每个月还贷款，就是压力不大，但是有孩子之后吧，就我那时候。你家里边也待不了，然后现在干点什么，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业了。他平常对你好吗？就回家以后对你好吗？有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好啊？都好啊。就是不听话的时候就不好，就在店里的时候就不好。听明白了啊，在店里的时候就不好。你媳妇儿对你好吗？对我好，但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老不给我留面子，因为吧，我们俩就是有些小事什么吵架了什么的，他这种情绪他可能就带店去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顾客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说这些，老说我，然后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你说他这儿干不好，那儿干不好，我也没怎么说，我正常提意见，只是他把这些东西放大了，你自己接受不了而已。那你不会回家说，再说你等店里没人说呗，你非得。店里有几个员工啊？就你们俩吗？还有2个。还有2个员工呢。对啊，暂时就是先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创业嘛，就是人可能就是说，我明白。这店里离得开他吗？好像。说实话。忙的时候确实离不开。不是，他又不做这个美容这点事儿，怎么会离不开呢？他做眉毛呀，他可以帮我纹美瞳线呐。哦，就过节呀或者周末的时候，他也行。对。可是他行，你不是嫌他挨得近吗？那他就是挨得近呐，那我就不用挨那么近呐。好，这个平常谁做饭啊？都做。都做。啊，那你评价一下你老公呗。
除了在店儿不好好工作，然后再就是非得那个把孩子送回东北。你说现在就是爷爷奶奶照顾的还挺好，但是我现在就想，要不就把孩子接过来。完事儿一说到这个事儿，我俩就是不是你想想，你把人老两口接过来，人家在东北生活一辈子，习惯都不一样，你把人接过来，那人家是愿不愿意啊？再说了，你都不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呀？那你说过来了住也不方便呢？你说他们过来了，连个朋友都没有，亲戚也没有，那跟谁说话，跟谁聊天？你不孤单吗？儿子也在，媳妇儿也在，俩孩子也在，那住几天不就有邻居了吗？那你说也住不开呀，你怎么住啊？你说那个房子没装完呢？反正就是各种借口。哎，你们现在房子多大呀？这个是50多平，然后还有一个60多平的在靠就是城市边儿吧，然后没2套呢。我们俩人一套嘛，当时结婚的时候买的嘛。厉害呀！写的谁的名儿啊？他一个我一个。啊？他一个我一个。哎呀，是过得挺好。好。是他不好好过吗？他就在店儿不好好干活。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挣点的话，不就没那么。其实是几重哈，一重是感情好，吃老公的醋，对吧？老公又觉得委屈，对不对？那你说他在旁边，我还能怎么地吗？你说我倒想怎么地了，你也不敢呢。你看看他还是有这想法。不。老说我，你看你生完孩子啊这样，哎呦天哪，就这样。这不是爱称。好，听下来你会觉得幸福、温暖。其实这对听起来是幸福和温暖的，但是女生会有很大的压力，对吧？对。觉得心里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想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对吧？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能帮你们调整一下，是不是这意思？你心里觉得舒服吗？其实压力谁都有，你知道吗？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知道吗？肯定有压力。再说我这现在是俩儿子的父亲，我肯定有压力。我也想好好干，但是你说我吧，你说我现在离近了也不行，离远了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了。现在你看，还一肚子委屈，这是你最大的问题。怎么让这个如此温暖的家变得更加的温暖？你们给加把火呗！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侯红兄。作为妻子，你应该感到非常的幸福，有这么一对双胞胎的儿子。有一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你的老公在你的美容店里不会干什么。如果在你面前，他可能是工作上的一种习惯而已，他看得更清楚一点，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否则的话，男人不会在妻子面前这样肆意妄为。他只不过你看到的时候，刚刚是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顾客，当然等到他靠得近的时候，你一律看成都是漂亮的，这就是女性的一个心态。另外我也劝你，这样幸福的一个家，你不要经常在家里播种这样的失望，否则的话今后你怎么收获希望呢？其实你们两个人的纠结就在孩子这一点，我直白无误的说，给你们一个差评，夫妻都差评。首先一个，你们是很忙，把孩子送回东北爷爷奶奶那里去养，那里去带，这是一个办法，但不是一个好办法。时间长了，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亲情就会疏远，最后的结果得不偿失。那么你现在这个考虑，我更不赞成。你认为你们忙，就把孩子回到身边，你们能看得到，又把东北两个老人接到身边来照顾孩子，对吧？对。老人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吗？没有。你有没有为老人想过呢？他虽然老了，他也有自己的老年生活啊。我感觉老人很可怜啊。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认为孩子工作很忙，家长你看你们小时候开始带你们开始，把你们带大了养大了，你们有出息了，你们有孩子了，又帮你们来带孩子，这算什么呢？我跟我儿子说得很清楚，以后我绝对不帮你带孩子，这就看你们两夫妻，这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不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嫂子给带吗？也不带。真的，我们是看到你们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大的矛盾，就像赵传老师说的，都是一些幸福当中的一些烦恼。但我最后想和你们说的是，
做夫妻、做父母，它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你们真的在这个职业当中，你们还要去摸爬滚打，去适合当一个合格的父亲、母亲，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和丈夫，好吧？好，谢谢伯鸿兄啊，来曲总。我觉得你们中间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本来应该两个人一起抱团取暖、共同面对的任何的问题，结果呢变成了你们之间产生了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你告诉我，你们要创业，为什么？为了孩子。你们是为了孩子过得更好，对不对？对。但是他们连最起码的父母在身边都没有了。等过2年条件好。你别说过2年，小孩有几个2年？这2年能重新过吗？你们所有的问题不就因为孩子送走了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吗？你们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结果制造了新的问题，就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是你们俩之间出了很大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外部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内部的问题。所以好好每个人都想想自己，我们之间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不在于对方。老公不错，请问老公以前是做美容专业的吗？不是。他怎么还做上眉毛了呢？帮我。对呀，一个男人，大男人之前是做营销的，需要这么细的去做这么细腻的活，而且还要坚持，很累的。你没有看到他在那儿做，你只发现他离客人很近，这是你的问题啊！你让老公怎么办？你的妻子作为母亲，不想让孩子离开身边，对不对？对。你为什么要送他走？为什么一定要送他走？因为我想，因为我们俩的现在的条件已经不允许。又拿你那个原因来说，这是你们的条件按理来说是不错的，只不过你们太过于激进了。首先，在你们觉得自己有孩子的这个物质条件足够了吗？如果足够，好要小孩，在计划当中呢。可是你们在有了小孩之后，还要买房子去贷款，你们只能把其他的自己的亲戚父母都给拖累了呀。这是你们规划的问题呀。其实我们当时结完婚也没想这么早要孩子，因为我们俩的房贷时间都很短嘛，就想多拼几年。但是你说孩子来了，你说你也不能不要吧？是的，孩子来了，我们就要解决问题，对不对？我们就要应对。可你们应对都是什么呀？毫无逻辑啊！每一次都把自己陷入了困境，而最大的问题在于陷入困境的时候，你们俩之间出现了问题，这问题绝对是最致命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解决眼前的问题。他有问题吗？他在店里不好好工作了吗？他是跟客人搞暧昧了吗？不是的，你们俩要一条心。你不就是因为他把孩子送走了吗？不也是你同意的吗？你自己带不了啊，对不对？孩子受伤了。所以说呀，我们看这些表面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有一个前提，两个人要一条心啊，一起商量着办，一起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短期内不行，得需要外部的力量，好，那得商量着做。你的父母不错，看了一段时间，给你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老人身体不好，对不对？这会儿希望他的父母过来帮忙，那得商量啊，你得征求人家的意见，对不对？如果说有没有跟老人商量过说来山东啊？有没有？暂时没有过。为什么没有？因为你这块就给拦住了，对不对？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人家父母也看了几年的孩子，对不对？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你的父母不能去聊一聊？兴许老人还想离自己的儿女近一点呢，兴许老人也想到山东威海那个环境多好啊，也想过来待一段呢，请他们过来呀，可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有商有量的，出现问题再说。好，你这一下就给拦住了，说不行啊，因为老年人那个人家需要邻居，需要自己的生活，我们能不能换位思考？当时人家的父母做的时候，不也是能做到吗？况且你不知道老年人的心思是怎么想的吗？对不对？去聊一聊，不要人为的制造矛盾，好吗？所以你们俩解决了最大的互相的信任、互相的这个了解的这问题之后，所有的问题都是迎刃而解。困难是暂时的，有2个孩子是非常幸福的。
就这样。好，谢谢徐总。胡老师，你们美容店有男顾客吗？有，特别少。对于漂亮的男顾客，你会不会花的时间多一点？不会。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止一次的去观察给我化妆的化妆师和给帅哥化妆的时候是什么样。真的，你看啊，同样是打粉底，有用刷子刷的，有用粉饼压的，还有用指腹直接触摸的。但有些化妆师对于帅哥或者是那种皮肤好一点的人，他就会用指腹去进行擦粉底。就像发型师碰见发质好的人，他就喜欢多弄一会儿。包括那摁脚的，发现那脚长得精致一点的，他也会多摁一会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并不是说时间多花一点就一定有别的企图心，这是人的本能，对吧？那长得普通一点的，他也不是说浮皮潦草，他就正常时间是怎样就算了，这很正常吗？你就即使是他对于漂亮的女顾客多弄那么一会儿，也很正常，他并不是有色胆嘛，这是人爱美之心都会这样嘛。更何况那些长得稍微帅一点、漂亮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高嘛。你比如像我们这儿曲伟嘛，我们这儿就打个粉底就可以了，他多了去了，他要栽头发，要刷眉毛，还要贴双眼皮贴呢，你知道吗？他要求可高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儿呢，不能怪他。如果遇上你，你也会这样，很正常，并不是说他有什么企图之心，这是第一点可以解释了，对吧？就是第二点，就这个给孩子到底应该富养还是穷养的问题，我也可以理解有一些妈妈在一些微信的妈妈群当中交流的时候，是会有点虚荣心，但这种虚荣心除了是父母之间的一些互相攀比之外，其实也有一部分确实想给孩子用好的，别愧对了他，这我可以理解，但是量力而出，是吧？至于第三点，就刚才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我是坚决反对孩子离开自己，但是在你没有尝试过和孩子朝夕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前，男人们多半希望把孩子送回去。我最初也是这样，我最初也希望把孩子送回湖南，让家里人带，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在我老婆坚持的情况下，在北京租房子，在北京生，在北京带，也挺好的，也过下来了。而且你看着他每天的每一个变化，这孩子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那种变化是你一旦错过了，你就这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但是你们相对复杂一点，你们是两个。但是男生可以尝试着跟家里聊一聊。俞伯洪说的没错，父母没有义务帮孩子带孩子，这是西方的看法，放我们中国来其实也正确，父母的确没有义务。但是你要想，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很多夫妻生孩子就是父母催促的，父母是想带的，父母特别想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觉得是一种负担，他反倒觉得是一种快乐。我反对夫妻不负责任的一昧把孩子的问题推在父母身上，但如果父母认为这是一种天伦之乐，为什么不给父母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跟他们聊聊，也许他们愿意来呢。所以说刚才所说的这三点呢，我们说是幸福的烦恼。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幸福的烦恼，一言以蔽之。幸福的烦恼就是别人想有都没有的烦恼，这就叫幸福的烦恼。就把这种烦恼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沟沟盼盼，跨过去了就一定是幸福。你看你们多好，结发夫妻，一对双胞胎，对吧？2套小房子，父母都健在，都健康，这多好啊！有很多人在生孩子的时候焦头烂额，所以说在爱情保卫战的这个舞台上，拥有幸福的烦恼的夫妻并不多，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硕果来尝试吧，好不好？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老师。我跟你就分享一点，就是关于儿子怎么养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认为啊，儿子特别好养。你想过吗？没有。你想过儿子特别好养这件事儿吗？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儿子，你只要不让他走一条路，你就是成功的。就儿子只要不违法犯罪，你是不是就成功了？你想过没有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哎呦，你的这个要求很低呀，其实不低呀。他如果做一个手艺人，只要他上心，他可以变成大工匠。他就是扫马路，只要他上心，有一天他就能变成劳模。所以男人其实面对生活的时候，男性面对生活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生命力是特别蓬勃的，特别向上的。你不用去管他，他只要不违法犯罪，你只要不让他走上这一条路，大抵你都会放心的。加上他有点上进心，像你们夫妻这么上进，说哎我们自己去奔，我们去打拼，拼自己的这种日子，就你这种熏陶，孩子不会到什么地方去的，对不对？差到什么地方？所以你把这个心沉下来，皮着养没事儿。而闺女儿不是，闺女儿大概你只能给她一条路。你发现很多路对于女孩子来说都是不适合的，所以人说富养嘛，富养的概念不是给最好的吧，让她精神上面变得更丰富、更独立嘛，那个会操心操一些嘛。所以你先自己放松下来，好不好？你先放松了，剩下的事儿都特别好办了。其他的问题就是各家的情况不一样啊，父母愿意给带的，我们不反对。搭把手，这是中国的情况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很多老人是遛狗啊，因为没孩子让他遛啊，你让他遛孩子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啊，推个婴儿车遛孩子太幸福了，比遛狗好。他遛狗是没办法要遛狗啊，寂寞呀，别闹了好吗？孩子那么好，我觉得你们家就特别好。而且我特别希望你们这样的家庭多来这个舞台，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把生活里面那些小烦恼拿出来分享一下。好了，我们看他们怎么甜蜜啊！这一段我就基本认为这算秀了恩爱了啊！电视机前的你愿意秀恩爱也可以来啊，我们也欢迎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媳妇儿，你说咱俩认识10多年了吧？你说咱们俩在一起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咱俩这些吧都是小事儿，其实这些小事儿很好解决。你想这些吧，我都会帮你解决，我都会用心去解决。而且你放心好了，你跟着我还有儿子跟着我都不会再吃苦的，我肯定会去努力赚钱，让你们过很好的生活。跟我回去吧，媳妇儿。其实这么多年，不舍得是肯定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懂我，然后也不理解我。我并不是那种胡说乱闹的女人，让我再考虑考虑吧。你们跟他表白，我错愕了一下，10几年了。对，多大就认识啊？当时正好是上学嘛，在那边，在威海那边上学，然后就认识。多大呀？18、9吧。10年了啊！那时候只是认识朋友啊，不容易不容易，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其实谁的生活过得一帆风顺呢？都有点那么难嘛啊！但你从他们的身上更多的看到的是那种希望和朝气啊，是想把日子过好的那种希望和朝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他们自己到底怎么选择呢？来，请开门。嘿嘿嘿嘿，来，小白，跑起来，跑起来！人家不跟你撒娇，快就过去抱他去呀！撒娇就说你对他不好，哎呦，还没听明白，抱一下，抱一下。
哎呀，人家不就矫情这个吗？说白了不就是矫情这个吗？你看我生了娃，你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嘿，拿戒指。谢谢。哎，是不是还想生个闺女啊？你看就看出来了，盯着那女孩看。哎呦，小男生一眼都不看，盯着女孩就看，一出门就看，还想生个闺女啊？想。想还不好好过，真是！你看人家啊。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要保湿伊贝诗防晒霜提供的。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小白，你对人好点啊，热情点啊！各位请见证。这个是个戒指，钻石的戒指。咱们俩结婚的我也没给你准备，结婚的时候，包括求婚的时候，我也没像那么浪漫。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补给你一个浪漫。好感人哦。哎，请亮灯吧。哎，问一下啊，你们俩有多久没这么安静的拥抱过了？好久了。是吧？那手上都看得出来，你知道吗？陌生，然后，所以啊，别忽视了关爱自己，好吗？关爱两个人的感情啊！来，这个送给你。谢谢。有时间休个假，带着孩子们也去玩玩。不就在威海吗？海边，抹点防晒霜，晒晒太阳，多抱会啊！去吧，谢谢，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啊，谢谢啊。